婆婆总说我不是个正经女人，整天抛头露面，连家也顾不上。为了打压我，竟天天给我发匿名快递，还举报我贪污受贿。我反手一招，让老公直接辞职，在家搞内务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饭后，老公突然跟我说婆婆要来帮忙带孩子，我懵了，带孩子？哄鬼呢？当初孩子刚出生时，我曾无数次央求婆婆来帮忙看孩子，她却死活不肯，还说养孙子不是她的义务，到最后还是老妈过来帮的忙。如今孩子大了，上小学了，也不需要老人帮忙接送了，她倒要来了。我要是能信才怪，不会又再出什么幺蛾子吧？我心里嘀咕，问老公原因，他也说不出个1、2、3来，只说那是他妈要过来，他还能拒绝吗？好吧，的确不能。我虽不愿意，可她毕竟是老公的亲妈，也不好说什么。为了不让老公难做，在婆婆登门这天，我特意请了1天假，还亲手在家里张罗了一大桌吃的，想着婆婆能看在我态度良好的份上，不要故意给我们小两口找茬。可谁知人家压根不领情，听到开门声，知道是老公带人回来了，我赶紧起身热情招呼：妈，您来了，快进，路上辛苦了吧？我将人迎进屋里，还顺手接过老公手里的包。在老公跟婆婆说话的空档，我又赶紧钻进厨房，将一盘盘饭菜端上桌：清蒸鲈鱼、红烧小排、酸辣土豆丝、清炒生菜、豆角炒肉、凉拌粉丝、火腿片、花生豆，还有一个紫菜蛋花汤。8个菜1个汤，3个大人怎么也够吃了。而且考虑到婆婆牙口不是很好，我特意将红烧小排炖得软烂。可婆婆呢，张口就是抱怨：哎呦，败家呀！3个人哪能吃了这么多哟？她拍着大腿，操着浓重的乡下口音，站在桌前，看着这一大桌子菜，眼里满是惋惜。静静啊，不是我说你，你是这个家的女主人，家里多少人吃多少，就得心里有数，否则男人辛辛苦苦挣那些钱，还不够你花的呢。他指着我，劈头盖脸一顿数落。我皱着眉头，脸上的笑荡然无存。妈，看您说的，这不是欢迎您吗？要是我只做个2盘菜，您还不得认为我故意怠慢您啊？要不说当人媳妇难呢，多了也不是，少了也不是。我笑眯眯回怼，我才不是软柿子呢，被人欺负了，还要将过错揽自个儿身上，好心好意做饭给他吃，不说个好就算了，他还挑上理了，真是惯得他。听了我的话，婆婆的脸瞬间黑如锅底。老公见此，赶紧打岔：妈，您就别说了，这都是倩倩的心意，您好好享受就是，操那么多心干啥？婆婆翻个白眼，嫌弃地看看我，又瞪一眼老公：怎么，我这当婆婆的还不能说句话了？果然是有了媳妇忘了娘。哼，你就惯着吧，迟早有你受的。她骂骂咧咧，随即就见她急匆匆地跑向厨房。我纳闷，不知她又在抽什么风。下一秒，就听她在厨房里鬼哭狼嚎：妈呀，米饭也蒸这么一大锅，这得浪费多少啊？就是头猪也没这么能吃啊！败家，败家呀！我走进来，就见他脸上肥肉不断的抖动，浑身散发着怒气。放心吧，猪不吃米饭，吃的是饲料。我轻飘飘的开口，蒸个米饭也能被他唠叨半天。我真不敢想象往后在一起生活的日子。你，他气得直瞪我，吭哧吭哧了半天也没说出句话来。您就别你的了，快吃饭吧，坐了1天车，您不饿吗？就是您不饿，我们也饿了呀。说完
我看也不看他，直接从橱柜里拿出3个碗，从他身旁经过，在锅里盛米饭。谁家老人像他似的，进门就找茬，真是太扫兴了。倩倩，你就少说一句吧。老公故意说我，还用眼神示意我让着点婆婆。我白他一眼，没搭理他。这是我少说的事吗？分明是他妈故意挑刺。好了，妈，倩倩做这么多菜也不容易，她也是想让您高兴啊。走吧，吃饭去，儿子都饿了。老公耐着性子哄了好半天，婆婆才黑着脸走出厨房，坐在餐桌旁。妈，你不是爱吃鱼吗？这可是倩倩特意去超市挑的鲈鱼，肉嫩刺少，好吃得很，您快尝尝。落座后，老公笑着缓和气氛，婆婆没再说什么，拿起筷子将鱼肉放进嘴里，谁知没过1秒，她就将鱼肉吐出来。呸，难吃死了，啥味都没，还一股鱼腥味。她挑剔地将筷子放下。倩倩，你做饭就不能多放点盐吗？好好的鱼肉被你整得跟喝白开水似的，寡淡无味，还让人怎么吃啊？她骂骂咧咧，批判起我来头头是道。没味吗？不能啊，您再尝尝别的。我笑吟吟，没有生气，而是好言好语地说。老公也赶忙附和，见我态度软和，婆婆更加得意了。不行，这排骨炖的时间太长，进嘴就没了，没嚼劲。土豆丝太脆，咬在嘴里不舒服。还有这生菜，一股耗油味，难吃死了。凉拌粉丝调的味不对呀，火腿片就不能切成菱形吗？难看死了。她絮絮叨叨一顿说，合着我辛辛苦苦做了一大桌子菜，没一个让她满意的。我就是傻子，这会儿也该看出她是故意的了。我就纳闷了，她是跟我有仇吗？要这样针对我，吃个饭都不能安生，真是越老越没德。我吃的挺好啊，不咸不淡，十分可口。斌子，你感觉呢？是太咸还是太淡？我转头笑吟吟地问老公。不咸也不淡，正好。可能是妈刚上来一时不习惯，往后多。老公下意识地点头，还想帮婆婆说话，但被我及时打断。妈，您看，我跟斌子都吃得挺好，该不会是您舌头毛病了吧？没关系啊，等斌子吃完了，让他赶紧带您去趟医院，这有病就得治，咱可不能讳疾忌医呀。我不紧不慢，漫不经心，什么意思？你在诅咒我吗？你心咋这么黑呢？婆婆瞬间怒了，她脸色铁青，猛然站起，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。我是长辈，说你2句，你听着就是。你倒好，我说1句，你有10句等着呢。用你这样为人媳妇的吗？还城里姑娘呢？这就是你的教养吗？谁家媳妇像你这样啊？整天抛头露面不着家，动不动就跟婆婆顶嘴。我真是倒了8辈子的大霉，娶了你这样的儿媳妇，我没病死，迟早也得被你活活气死。她伸长脖子，涨红了脸，难听的话一句接着一句。我也不是个泥人，被她这么一骂人，火气也瞬间窜了上来。长辈怎么了？长辈就能胡言乱语，随意污蔑人吗？父慈子孝，你当老人的不仁慈，我干嘛要愚孝？从你进门，我就好心好意的做饭招待您，你不说个谢就罢了，还在这挑3拣4。这饭你愿意吃就吃，不愿意吃可以闭嘴。真是受够他了。我本想转身离开的，毕竟被他气都气饱了，哪还有心情吃饭？但又一想，这是我家，凭什么我要离开？要离开也是他离开。于是我坐下来，大口吃起来。滑嫩的鱼肉，咸香的排骨，真是好吃极了。美食入口，啥烦心事也没了。斌子，你也不管管，你看看他，真是太不像话了。婆婆看着我悠哉悠哉吃得高兴的样子，一口气堵在心口不上不下。
我不理会他，旁若无人地啃着手里的排骨。等啃完了，我将骨头丢在垃圾桶里，再用一张纸巾擦干净嘴，这才不紧不慢地说：“我就是再不像话，也不会跟您一样，头天登门就对主人家振振有词的条理。”你婆婆脸色大变，尖锐的怒吼，可憋了半天，一个字也没说出来。好了，都少说一句吧，赶紧吃饭。老公打岔，还殷勤地给婆婆夹了一块排骨，气都气饱了，还吃什么吃？她将筷子甩在桌上，气呼呼地回了卧室。老公急忙端起那盘排骨，又把米饭拿上，急匆匆地追上去。急什么？把托盘拿来，将这些菜都弄点，再给自己盛碗米饭。我将人喊住，刚才净斗气了，老公也没吃多少，我自然是心疼的。老婆，还是你对我好。吴斌停下脚步，笑嘻嘻地说：“没人陪着，虽然有些孤寂，但没有那逼逼叨叨的声音，耳根子清静多了。”老公也有一会儿没出来了，看来跟婆婆在屋里用餐良好，吃得差不多了，我就打算起身收拾残留。米饭是剩下了，但不多，想着老公可能还要添饭，也就没倒。排骨还有大半盆，我放进冰箱。鱼被我吃完了，土豆丝、生菜、粉丝、火腿片都还没吃完，但天热放不住东西。再说这些东西也不好热，留到下顿也没法吃了。于是我打算将它们倒掉，可就在我拿起那盘土豆丝时，一道尖锐的声音骤然响起：“你干什么？”突然而来的声音吓我一跳，好好的菜还能吃呢，你干嘛倒掉？你当斌子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吗？真是不会过日子。算了，你们把工资卡给我，我来帮你们保管。照你们这样下去，就是再富的家也不够你们败的。我转头就看到他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，他不是在说笑，而是认真的。没病吧？上来就要替我管家，还要工资卡，真当本姑娘是死的吗？更气人的是，老公竟然还同意了。倩倩妈也是担心我们，要不就先交给她，她在这儿也待不了多久，等她回去了，再把工资卡还你。我满脸错愕，怔怔地看着老公，完全没料到他会这样说。他是被洗脑了吗？还是脑袋糊涂了？我虽然很喜欢他，结婚时也可以让娘家帮着买房、装修，甚至可以在房本上加他的名字，但并不意味着我是个毫无智商的恋爱脑。之所以做那些，一是为了我们往后能更好的生活，二是我也有这个条件。可工资卡，这是我生存的基础，怎能由外人保管？不用说婆婆了，就是老公也不行。再说，我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，这个家里里外外，从上到下所有的一切事物，理应由我决断。妈，您这意思是想补贴我们小两口，是吧？那您把积蓄都拿来吧。放心，不管多少，都是您老人家对我们小两口的心意，我们是不会嫌弃的。我嘴角一勾，笑眯眯地说。婆婆与老公顿时傻眼。什么？你不孝敬我就算了，还问我老婆子要积蓄？你的脸呢？我怎么有你这么厚脸皮的儿媳妇啊？真是没法活了呀！婆婆瞪大双眼，怒气冲冲地朝着我嚷嚷。老公脸色讪讪，站在那里沉默不语。呵，自己挣的钱不能给别人，那要我的工资卡就好意思了。您是长辈不假，但别忘了，我才是这个家女主人。今天我就把话聊这儿，您在这儿住着可以，但别想指天指地的。我义愤填膺地反驳，没给她个好脸。婆婆气得胸膛起伏，脸色黑如锅底，两只眼睛死死地瞪着我。媳妇，妈，不是那个意思，这不是跟你商量的吗？老公笑嘻嘻地讨好。商量？有什么好商量的？
这种事就不该开口。还有你，什么意思？竟然让我把工资卡交出去？这日子你是不想过了吗？他不说话还好，一说话，我的火气蹭蹭蹭又冒出来了。不过就不过，斌子跟他离婚，这个家有他没我。婆婆气得哇哇乱叫，老公满脸为难，看看我，又看看婆婆。我瞪着他，没给他一个好脸。叮铃铃，是我手机响了，媳妇，电话。这个电话来得太是时候了，让他找到了缓冲的办法。我一看是公司小王的来电，赶忙接起来。原来公司临时有个很重要的会议，让我过去一趟。媳妇，是不是公司有急事？你放心去，家里有我呢。老公很是体贴地说。我点点头，公司临时有个会，我必须得去，那家里就交给你了。婆婆不满了，一个女人整天忙得连家都不顾，像个什么话？钱是重要，但老公孩子更重要。她张嘴又开始了，我懒得搭理她，赶紧拿包穿衣服，准备出门。谁知她竟追到我面前，倩倩，不是我说你，挣钱的事由老爷们操心呢，你一个女人就该安心待在家里相夫教子，这么多年也没给斌子生个男娃，你是想让我们老吴家绝后吗？我走呢。他追着骂到哪儿，到最后越说越过分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留后？合着欣欣不是您亲孙女？还有医学上可是说了，生男生女在男人，不在女人，所以有什么气朝你儿子发去，别来找我。我没好气的回怼，在他还想继续开口前，砰的一声，将门关上。会议开了2个小时，到下午3点就结束了。本该回家的，可想到家里的婆婆，我就不想回去，索性在公司加班，多挣几个钱。等5点的时候，我给小饭桌老师发消息说，女儿今天自己去接。7岁的闺女看到我来接她，非常高兴，一路上叽叽喳喳，兴奋得不行。我也由着她，用心感受她的喜悦。当然，我也跟她说了奶奶来家里的事情。欣欣从出生起就在城里生活，又恰好赶上疫情期间，所以直到现在她都没回去过老家，只是在视频上偶尔见过婆婆。因此对于奶奶的到来，除了有点好奇外，谈不上喜欢不喜欢。带着女儿在外游玩了一圈，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晚上8点半了。老公热情相迎，女儿也按照我教导的，一进门就大大方方地喊着奶奶。婆婆冷着脸淡淡的嗯一声，没个笑脸。老公打岔说是可以吃饭了。我带着闺女洗手，饭菜上桌后，我彻底傻眼了，那盘吃完的鱼竟然还在桌上，残缺的骨架下是油汪汪的汤汁，还有那生菜黏黏的软趴趴的，看着就没胃口。火腿也就7、8片，凌乱地摆在盘子里。瞬间我有个不好的预感，这鱼不是吃完了吗？怎么不倒掉啊？还有这生菜，火腿怎么这么少啊？我试探着询问。老公看我一眼，沉默不说话。倒什么倒？这汤汁还能泡饭，倒了多可惜。都当妈的人了，还大手大脚的，一点儿都不会过日子。婆婆白我一眼，骂骂咧咧。末了，她还将那些汤汁倒进中午剩下的米饭里，一脸满足的样子。我看那些生菜、火腿还能吃，就捡起来了。放心吧，我用水洗干净的。我就说呢，那菜颜色怎么这么不对？她可真行，都倒进垃圾桶了。她又拾起来，我都怀疑她是不是故意这么做，好恶心我。我拼命的忍住，才没吐出来。算了，她爱咋样就咋样吧，我也懒得废话了。总跟人吵架也怪累的。再说欣欣也在，当着孩子的面吵架也不好。欣欣，吃饭吧，排骨是妈妈中午做的，非常不错哦。我语气欢快，
伸手拿了个馒头，又伸筷子帮女儿夹排骨。那个排骨、豆角炒肉都在老公身前，距离闺女太远了，她够不着。小孩子家家的，吃什么肉？吃素才更有营养。婆婆沉着脸呵斥，还将那盘捡起来的生菜端起来就往闺女碗里扒拉。闺女吓得不敢说话，眼里也蓄满了泪水。我心里那个怒啊，真恨不得扇死那个老妖婆。妈，孩子正常身体呢，吃块肉怎么了？老公将排骨夹到闺女碗里，一赔钱货。吃什么肉？你妈我不吃肉，不也照样活得好好的？婆婆将那块排骨夹走，放在老公碗里，嘴里还絮絮叨叨：“你是男人，出力多就该多补补。倩倩，你一女人整天在外面像个什么样？赶紧给我们老吴家生个男娃才是要事。”她那嘴一张一合，说出来的每个字都让我的愤怒值急剧暴增。我猛然站起，一把将盘子抢过，尽数倒在她的米饭碗里，随后又将那盘火腿片也全倒进去。她不是舍不得吗？那就吃个够。哎呦哎呦，你这是干嘛？我好心好意帮你料理家，你还不领情，真是作孽啊！她哭天抢地，我不搭理她，抱着闺女回屋，又将米汤、馒头、排骨、豆角炒肉利索地端进屋里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婆婆呀？你都端走了，我们吃什么？斌子，快拦住她呀！婆婆上来就想抢，放手！你愿意吃那些破烂，你自个吃，我闺女不吃。我气势全开，冷若冰霜。她眸子睁大，瞬间失神。媳妇，你别生气了，妈也是好意。老公连忙跟上来，我利落的关门，啪一声，毫不客气地将她关在门外。斌子，你看看，有哪家媳妇像她这样的？你还等什么呢？快跟她离婚！我一天都不想再看到她了。屋外传来婆婆的骂声：“妈，你能不能消停点？不行你就回去。”老公无奈烦躁的声音响起：“造孽啊！”婆婆哭喊连连，骂儿子，骂媳妇，就是看不到自个儿身上有什么错。屋内，妈妈，我不喜欢奶奶。女儿眼里含泪，委屈道：“你不用喜欢她。好了，吃饭吧。妈妈可是把好吃的都拿回来了。”我笑嘻嘻，安慰着女儿，陪她一起吃饭。在我的安抚下，女儿很快重新扬起笑脸。饭后，我就将热水器打开，然后陪女儿写作业。老公是初中老师，平常这个环节都是由他陪着闺女完成的。但谁叫婆婆惹我生气了？老公也没什么，只是默默地收拾着碗筷。婆婆冷眼看着这一切，想要骂我，但看看老公，最终啥也没说。我猜测，应该是老公跟她说了什么。作业写好，水也热了，我带着闺女洗澡。等闺女睡了，我刚出卧室想去趟洗手间，就听到婆婆阴阳怪气的声音：“脏衣服都这么多了，也不知道洗，真不知道是怎么当人家儿媳妇的。饭不做，碗不洗，还要吃肉花钱，这哪是媳妇啊？这纯粹是祖宗！”我眸子里闪动着怒火，阴森森开口：“妈，你是在说我吗？”我冷若冰箱地吐出这几个字。婆婆神情呆滞：“倩倩，我可是你婆婆，说你两句怎么了？我老婆子来这里是享福来了，可不是来给你当老妈子的。还有，往后我就是老的不能动了，也不指望你们，所以你也别给我摆架子耍脸色。”她也不装了，对着我就是一顿狂怼。败家子耍脸色，她可真会冤枉人。要不是她一进门就脸不是脸，鼻子不是鼻子的，我会没事找事吗？你懂不懂法呀？养老是你儿子的事，跟我说个毛线啊！想养老跟你儿子说去，我张口就对。在我的家里还想对我指手画脚的，可能吗？还有，
家里的活你愿意做就做，不愿意可以不做，没人非让你做。欣欣小的时候也没见你来帮忙，这回不需要了，你倒是叭叭叭的来了。对完，我就径直转身，徒留他一人在原地气得想升天，心情不是很好，直接跟闺女一个屋睡。至于男人，哪凉快哪待着去吧，一夜好眠。我拿过手机，就见婆婆在朋友圈里发了条消息，说我是个懒媳妇，碗不刷，衣服不洗，吃个现成的还把肉全端走了，还发了一系列我休息老公干活的照片上去。他那七大姑八大姨也是脑子有病，不知道情况，就在评论区里对我辱骂连连，气得我小手叭叭叭一顿反击。更气人的是，老公还怪我不该在评论区谩骂，说什么他们毕竟是长辈。我赏他个白眼，赖得跟他比比赖，起身去上班。刚到公司，就有人送来快递。我并不记得自己买了快递，可看收款人是自己的，就要签收，却被匆忙赶来的小王打断了。倩姐，你先别签。我一阵疑惑，迷茫地看着他，就见他来到我耳边，轻声低语，说是有人举报我贪污受贿。方总那里正等着我去解释呢，还让我小心点，别签收这些来历不明的快递。贪污受贿，真是笑话。本姑娘兢兢业业，恪极守法，怎么会干这犯法的事？想到小王的提醒，我没有签字。办公室，方总，听说有人举报我受贿，是不是真的？天地可见，我可绝没有干过这么不出格的事。一进门，我就焦急地询问，并赶紧表忠心。别急，你的为人我是相信的，可的确出现了这事。方总说着，就把电脑倾泻我这边。匿名的举报邮件还附有一个包的图片，看到那个包，我瞬间傻眼了，因为那个浅棕色的包不是结婚纪念日那天老公送来的礼物吗？怎么会是贪污受贿呢？我仔细想想，才记起那天的快递是匿名是送来的，并不能确认这个礼物一定是老公送来的，是我想当然了。方总，你稍等，我问一下呀。我急忙给老公打过去电话，一接通，我就问他有没有在9月8号那天送过我一个棕色的包，还是香奈儿牌子的。没有啊。怎么了？老公很肯定地说。再三询问得知老公确实没有在那天送我包后，我明白了，这就是有人故意污蔑。方总听了我的解释后，沉思了几秒道：刘倩，你能力出色，又公司的老员工，我是十分相信你的。但这个匿名邮件不止我一人收到，公司其他主管领导都收到了。所以他话没说完，但我也能明白。方总，我刘倩虽说不是好人，但恪极守法还是知道的，您尽管查。我坦坦荡荡，我是采购部的部长，别人在我这个位置上或多或少都会占公司便宜，但我不会。公司的每一笔消费我都会记得清清楚楚，绝对不会有不清不楚的账。就因为我从未私心，才能在这个位置上一坐多年。即便当初怀孕待产，方总也为我保留了这个位置。我要被彻查的消息传出来后，公司里幸灾乐祸的人不少，说什么闲话的都有。看不惯我的同事更是纷纷过来用言语挤兑，但结果出来后，这些人全都不作声了。方总也对我大加赞赏，越发信任。晚饭间，对了，上午那会儿你怎么突然问我有没有送包？老公喝了一口水，突然问，明明是随口的疑问，不知怎么的，我却有种怪怪的感觉。没什么，有人在公司污蔑我，已经处理了。我将嘴里的菜咽下去，将事情大概说了一下。倩倩，你可别不把这当回事啊！今天幸好是没事，
要是真查出来你有事，不是给我们老吴家抹黑吗？我一只脚踏棺材的人了，没啥。但斌子是老师，要传出不好的名声，同事会怎么看他？你让他如何立足？婆婆张嘴就来，那双老眼狠狠地瞪着我，就好像我做了多么不要脸的事似的。我冷眼看着她，凉凉道：所以呢，被冤枉的可是我。我也没指望着她安慰，可她也不能将所有的错怪在我身上吧？要我说，你就待家相夫教子得了，挣钱那是男人的事，女人啊，就该照顾男人，照顾孩子，那才是正理。就说今儿个这事，你要在家安心待着，还能有这样的糟心事吗？他说的唾沫横飞，越来近。呵，我轻笑一声，这才是他心里真正的想法吧。与斌子谈对象时，他就对我非常不满，认为我一个女人太强势，太注重事业，婚后会压着他儿子，给他儿子气受，还会忽略家庭。没想到都过了这么多年，孩子都生了，他还想打压我。行啊，只要斌子每年能往家里拿个100万，我就安心待在家。我嘴角一勾，笑着说，也不看看这房子车子，以孩子上学的费用是谁出的？要是他儿子有能力，我干嘛还要在外劳累？能躺着，谁愿意累死累活的干活？100万，你也太为难人了。普通人谁能一年挣那么多钱？钱够花就行，挣那么多干啥？年纪轻轻的，别那么势利。婆婆声音拔高，极度不满。当闺女时，我每月的零花钱最少得2万，没道理婚后要下降啊！你要是不满，可以让斌子跟我离婚。婆婆脸一黑，张嘴，一句话说不出来。当初为啥要跟吴斌结婚？不就看他老实，脾气好，能听我的吗？要不然我干嘛找一个穷山沟，一看就没啥大前途的？我又不是傻子。好了，妈，你就少说2句吧。现在是新时代，男女平等，你那老旧的思想也该改了。老公打岔，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。可我隔天去公司的时候，又碰到了匿名快递，我还以为送错了，为了不引起麻烦，我就拒收了。可奇怪的，接下来的一段日子，我隔三差五的就会收到这些匿名快递，次数一多，公司里的风言风语又来了。快看，又有人给他送快递了，不会真有人贿赂他吧？谁知道呢？那可采购部啊，肥得流油的地方。别瞎说，刘主任的为人谁不知道？他不会干这种事的。再说上次不也没查出什么来吗？我看就是有人故意找茬，没查出来，可不代表没有。他就那么清高吗？谁信？大量的流言蜚语让我意识到这件事不能置之不理。我先是找了快递公司，可查过之后，收件人的名字地址确实是我。至于是谁发的快递，他们只能查到是哪家商铺，再多的就查不到了。无奈，我只能找了警方，但结果出来却让人很惊讶，这些匿名快递竟然是婆婆发给我的。我如遭雷轰，简直不敢相信这个事实。反应过来就是冲天的怒气，她这是想做什么？是非要将我搞得丢了工作才甘心吗？天下哪有这样的婆婆呀？当天我特意准时下班，打算回去找婆婆理论这件事。怎么早回来了？不会你在公司犯什么事了吧？实在不行就在家待着算了。斌子挣钱虽然不多，可也饿不着你。我本来就心里有气，被他这么一说，瞬间就爆发了。我就不明白，你搞我到底对我和斌子有什么好处？我去工作，斌子都没说什么，你操什么闲心？要真是闲得慌，就出去找个男人，省得每天没事干，总盯着别人的男人。我声音拔高，怒气冲冲地盯着他，很是不客气。你吃枪药了吧？回来就呛人，工作不顺心，
好心让你待家里，你还怪起我来了？什么玩意！婆婆唾骂，脸上的肥肉随着她的动作一抖一抖的。我工作的事还不是你搞的！我怒目而斥，声音拔高。婆婆心虚地撇开眼睛，虚张声势道：“你胡说什么？你自己被犯错，被领导骂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”我怒冲冲地逼近，大吼：“你敢说那些匿名快递不是你寄的？还有那些举报信也是你写的吧？你胡说！你别冤枉！”婆婆慌乱地否定，但心虚的样子完全出卖了她。警察都证实了，你还要狡辩？我将警察的调查报告甩在他面前，是我又怎么了？眼见瞒不下去，他索性不装了。你一个女人家就该洗衣做饭，照顾老人孩子，伺候老人，整天在外不着家。谁知你在外面做什么勾当，也就斌子不嫌弃你，你还蹬鼻子上眼，让他又带孩子又收拾家务。你不心疼他，我当妈的心疼。他跳起脚来，蛮横霸道地将一切过错都怪在我身上。心疼？你心疼就能让他住高档小区，开豪车，穿名牌。你既然承受了与之相应的好处，就该有所付出。人家要娶个有钱老婆，巴不得供起来当祖宗养着。他呢，每次见面都对我眼不是眼，鼻子不是鼻子。看在斌子的份上，我不跟你计较，但你要再犯，就别怪我把你送进警察局。届时让你儿子丢脸的恐怕就是你了吧？我直接威胁，反正跟他讲道理也讲不通。婆婆似乎被吓着了，瞪着我再没开口。老公得知后，当着我的面狠狠批评了婆婆，并向我保证这样的事绝不会再犯。谁知婆婆面上答应的好好的，转头就变本加厉了。倩姐，你的快递！我抬头，满脸惊讶，怎么又来了？接二连三的匿名快递，都快将我搞神经了。是谁寄来的？我一边走过去，一边问。小王还没回答呢，就见一个肥滚滚的身影窜过来。倩倩，这是你的快递呀？是什么呀？是给斌子买的吗？你这孩子就是乱花钱。听到这熟悉的声音，我心里就格外厌烦。来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我那位好婆婆。也不知她抽什么风，竟然来我公司了。来就来了，还随意拆快递，真想骂娘啊！妈，那不是我的。后面快递2个字还没说完，就见她已经把快递盒子拆了。她那肥胖的手一扒拉，就将里面的东西拎了起来。一条性感黑色的吊带睡衣，就这么大喇喇地展现在众人面前。刘倩，你太过分了，净找野男人！亏我家斌子是听你的，连家务都舍不得你干，你还勾搭别人。说那个野男人是谁？他用力将吊带睡裙甩在我身上。我说是我的快递了吗？你张口就污蔑，究竟是何居心？你是非得将我们小2口拆了才高兴是吗？无缘无故跑来就不说了，还冤枉人。我对他的忍耐度真是丁点儿都没了。不是你的是谁的？这明明写着刘倩收，你当我眼瞎呀？婆婆冲我怒吼，满脸狰狞。好啊，你不仅在公司贪污，还给我儿子戴绿帽子，亏我儿还那么喜欢你，造孽啊！老天爷呀，你真是不长眼啊！我怎么这么倒霉呀？他双手拍打着自己的胸脯，呼天抢地，声音极高，眼泪却没有半分。他的话瞬间引起周围人热议，众人对我指指点点，说啥的也有。我扶额，真是快被他气死了。快看，那还有封信。人群中不知是谁说了这么一句，我心突突直跳，感觉没好事。果然，婆婆瞬间炸了。信，该不会是情书吧？她一把抢过，骂骂咧咧。我倒要看看你勾引的是哪个野男人。她脱口大骂，将信快速拆开。
心肝，我想死你了！快穿上给爷爷看看，你那性感的小模样一定很迷人。话音刚落，众人哗然。妈呀，真没看出来呀！刘主任竟是这种人，玩得挺花呀！别胡说，没准就是个误会。信都出来了，还有什么误会？像他这种表面端庄的，私下里越奔放。议论声渐起，各种污言秽语掺杂在其中，犹如一张巨大的网扑向我。呸！恶心死了！刘倩，你个贱人，不守妇道的玩意，我弄死你！婆婆怒吼着朝我冲来。住手！顺着声音看去，是方总来了。周围人群瞬间让出条空道。得知事情起因后，阿姨，我是这里的负责人，您先别生气，毕竟生气也解决不了问题。这样，我们去办公室好好聊，您看可以吗？方总镇定自若，儒雅贵气。呸！谁和你聊？婆婆唾骂一声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该不会就是那个贱人的野男人吧？我就说嘛，好端端，你干嘛为那贱人说话？一对狗男女，我挠死你们！他肥胖的身冲来，我一个箭步挡在老板面前。够了，你再这样不分青红皂白的胡闹，我就跟吴斌离婚。我出言威胁。好啊，这就互上了，离就离，真当我儿怕你啊？狗男女！他一把薅住我的头发，一群人上来拉架。没天理呀，没天理呀！找野男人还有理了。一群人欺负我老太婆，你个贱人，迟早得下地狱！打不到人，他就坐在地上捶胸嚎嚎乱叫，劝他，他也不听。最后还是方总出面，说他要再这么闹就报警处理，他这才停止哭闹。刘倩，你个贱人，你等着，回去我就让斌子跟你离婚！他狠狠瞪了我一眼离去。方总对此事很不满，给我放了1个星期的假，让我务必将家务事处理好。冷静下来，我越想越感觉事情不对劲。平日里婆婆可是从不来我公司，今个一来就冲着那快递，让人有种她就是冲着那快递来的感觉。联想到前几次匿名快递的事，让我很难不猜想这次的事也是她故意搞的。可她究竟为啥呀？难不成就为了让我在家当全职主妇？这也太荒谬了吧！另外，那封信的笔迹也好熟悉呀，琢磨不透婆婆的想法。但有一点我十分明白，那就是不能让婆婆再来公司闹。虽然老板对我信任有加，可再大的信任也禁不住这么消耗啊！我必须想也一劳永逸的方法。沉思片刻，还真让我想到了。他不总说家里的活没人干，他儿子辛苦吗？索性直接让老公辞职，在家专心料理家务，这样既累不着老公，家里还有人搭理。这下婆婆总该满意了吧？更重要的是还能打压婆婆的气焰，真是一举双得。我不禁为自己的想法点赞。要是婆婆得知，一定气得睡不着了吧？真是想想就爽啊！当然，我也不会真让老公失业，等把婆婆气走了，再让老公去上班呗。反正旭辉学校的校长正好是我大学同学的父亲人，让他帮个小忙，还不是手拿把掐的事。想到这里，我就将东西一收，打算去找老公好好商量一番。却没想到意外得知了老公巨大的阴谋。开车来到校门口，我刚要进去，却发现不远处的那道身影似乎是老公。我连忙跟上去，在快靠近他时候，正要喊人，就见旁边美甲店里冲出来一个长相甜美的女孩。斌哥，我好想你。她双手勾住老公的脖颈，整个人挂在老公身上，样子要多亲密有多亲密。大脑瞬间充血，愤怒犹如火山爆发，下一秒就要汹涌而出了。我大踏2步，冲上去就要质问，但生生忍住了。这不是说话的地方。
走，去公园。老公环顾四周，笑着说，一路跟随。他们来到附近不远处的小公园里。兵哥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娶我呀？肚里的孩子可是等不住了。娇媚的声音传来。什么？他偷吃就罢了，还让别的女人怀孕？他的这句话犹如晴天霹雳，在我心里瞬间炸开。我死死地咬着下嘴唇，才忍住上前撕碎他的冲动。放心，你肚里可是我的宝贝儿子，我就是不要谁也得要你啊！我妈已经去他公司闹了，不出意外，这2天他就会提离婚，届时我就娶你过门。他将女人拉进怀里，手也不老实起来。狗男人，嘴上说的不嫌你女孩，到头来为了个男娃就要跟我离婚。兵哥，人家就不明白了，你也不待见那丫头片子，干嘛这么费劲啊？直接提离婚多好。女人撒着娇，媚眼如丝，那女人可比你想象中厉害多了。要是让她察觉到咱俩这事，屁都别得倒。丫头片子是没用，但那女人在乎啊，只要握住那丫头片子，还愁日后没钱。老公一手把玩着她的头发丝，慢悠悠解释，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。她倒是了解我，怪不得婆婆突然来家，还总想让我留在家里，原来是打着抢夺闺女抚养权的主意。畜生！整整8年，她在我面前言听计从，温柔体贴，转头却想谋夺我的家产，她可真能装啊！要怪也只能怪我眼瞎，明明是自己犯贱出轨，却想让我主动开口离婚，还想用女儿控制我，真是个人渣！我直接给她打去电话，女人腻在她身上，跟没骨头似的。男人慵懒地摸出手机，看着屏幕上的来电，瞳孔瞬间瞪大，慌乱地坐起来，示意女人保持安静。女人撇撇嘴，不情不愿地从他身上爬起来。老婆，找我啥事啊？是不是想我了？调笑幽默的话张口就来，以往听着很受用，现在却感觉十分恶心。我马上到你学校门口了，你赶紧过来，我有事找你商量。我直言了当，语气不是很好。发生什么了？这么急吗？他神情严肃了几分。见面聊。说完我挂断了电话。学校门口不是在上班吗？怎么从外面过来？我冷声质问，落在他的视线里带着扫视。他有瞬间的茫然，但很快镇定下来。烟瘾犯了，出来买盒烟。你怎么突然过来了？他笑容温和，伸手要抱我，我一个错步闪开。吴斌，咱们离婚吧。我看着他突然开口，他满脸错愕，着急道，倩倩，究竟发生了啥事？你可别吓我。深情不舍的样子还装得挺像，要是忽略他眼底深处那抹窃喜，就更加完美了。真是这样的日子，我是一点都过不下去了。你知道吗？你妈她今天竟然来公司大闹，还说我给你戴了绿帽。你不知道公司人看我那眼神，我活这么大从来没这么丢人过。我将上午发生的事说了出来。良久，他不言不语。倩倩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他会怎么做，对你造成的伤害，我也很抱歉。可她是我妈，你要真不想跟我过了，我也只能尊重你的想法。他话语低沉嘶哑，神情里满是无可奈何的悲痛。他还真是迫不及待呀。吴斌，你什么意思？我说离婚，你二话不说就同意了，你心里到底还有没有我？还是说你在外面早就有野女人了？我怒目而斥，没有，没有，你怎么会这么想？我心里只有你一个。再说，谁能看上我呀？还不是你刚刚说的那么认真，我还以为是真的呢。他揽住我，忙不迭的道歉解释，还说回去一定会说他妈的。我心里嗤笑一声，默默地看着他演戏。老公，你妈总跟我作对也不是办法，我仔细想过了，
他是没看到我在这个家的价值，所以总反对我在外工作。这样吧，你辞职算了，如此他就会明白，这个家即使你不工作，我也能照样养家，而且会养得很好。放心，这只是暂时的，等你妈改变看法后，你再找工作就是。我笑着说，眼睛紧紧地盯着他，想要看他怎么做。倩倩，我知道你厉害，可这方法不妥吧？我这都干了8年了，要是突然离职，这损失也太大了。他一脸为难，果然，他拒绝了。那有什么？咱家又不缺吃穿，还在乎你这点工资？你在家既能照顾孩子，又能照顾妈，多好！我继续劝说，倩倩，这不是工资多少的事，你让我再仔细想想。见我不依不饶，他拖延道：“也是，要是离了职，在离婚时对他争夺抚养权就不利了。不过谁叫他背叛我呢？我让他离职，他就必须得离。那你想想啊吧。”我留下一句话，转身离去。等看不见他的时候，我就直接给学校校长打电话，让他帮忙辞掉吴斌。为了防止他狗急跳墙伤害女儿，我直接把女儿送到了孩子姥姥家。当晚，吴斌回来就一脸阴沉：“儿子，他竟然背着你偷人，你跟他离婚？咱老吴家没有这么不要脸的儿媳妇。”婆婆没眼色地冲上去嚷嚷，吴斌没搭理他，默默地将公文包放在玄关柜，又默默地脱去外套。我跟你说话，你听见了没？他背着你偷人，你还要护着他，你能不能有点出息？婆婆扯开嗓子，不停地念叨。我静静地看好戏，悠然地吃着桌上的饭菜，吃就知道吃，家里活不干，还在外偷人，你怎么有脸吃的？就你这样的贱人，怎么能配上我儿子？婆婆摔打着碗筷，骂骂咧咧，说话一句比一句难堪。我一个冷眼扫过去，闭嘴！吴斌突然发怒：“妈，你能不能消停点儿？倩倩什么样的人，我知道，你别再冤枉她了。这个家你能待了待，不能待就离开。”她阴沉着脸，暴怒。婆婆肥胖脸上充满错愕，似乎不相信老公会这样说。好半晌，她才扯着嗓子：“好啊，好啊，是我多管闲事，活该你被他压得死死的。”她声音尖锐，眼睛瞪得像铜铃，把手中的筷子摔打在地上，气愤离去。怎么了？气性这么大？我明知故问。她视线从我脸上扫过，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悠悠地问：“欣欣呢？怎么不见她？我爸妈想她，我也不想她总在这吵吵闹闹的环境中。正好下午有时间，就把她送过去了。”我淡然一笑，回答得滴水不漏。她没有说什么，沉默些许。我被学校开除了。说完，她漆黑的眸子紧紧地盯着我，似乎想看出什么来。怎么会？发生什么了？是不是学校冤枉你了？我一连三问，焦急又担心。演戏而已，谁不会？停顿了几秒，他将事情经过说出来。原来是他在上课时，一个同学捣乱，他就奔让其站到教室门口。结婚那孩子刚出去没多久就晕倒了，人是没事，但学生家长不依不饶。校方为了平息家长愤怒，只好将他开除。这些都是我安排的，我自然清楚得很，但面上我还是笑着安慰：“老公，失去你是他们有眼无珠，你也别多想了，或许这是天意。你正好在家里好好陪陪妈，省得她每天怨气那么大。工作嘛，你要想继续当老师，再找就是。”我给她盛了碗汤，面上柔和一片，心里却在想：敢背叛我，你这辈子都别想东山再起。我会让他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地狱。倩倩，你下午刚提议我辞职，晚上我就被开除了，该不是你故意的吧？他玩笑着试探。吴斌，你把当成什么人了？是，我是想让你辞职，
好在家多陪陪妈，省得她一天到晚总盯着我。可那也得尊重你个人意见啊，要不我大老远跑你公司干啥？闲得慌吗？我故作生气。好了，老婆，别生气了，这不是太巧合了吗？我就随便问问。他讪讪开口，看来是打消了疑虑。他没什么胃口，吃了几口就放下筷子，说是要去安慰一下婆婆。我笑着同意，毕竟我也很期待婆婆得知自己儿子被开除的样子。不一会儿，婆婆像个疯子般冲出来，对着我大骂：“你个贱人，是不是你故意报复，让学校开除我儿子的？有什么你冲我来？你凭什么让我儿子失业？你个不要脸的贱货！他是你男人啊，你好狠的心！”妈，你干啥？这事跟倩倩没关系。吴斌赶紧跑出来拉人，连连向我道歉，说话要讲证据。你要再污蔑我，别怪我报警。之前你故意送快递污蔑我的事，警局还有档案呢。听我这么一说，婆婆瞬间不作声了。没事干就赶紧把碗洗了，别在这儿傻站着。我挑眉冷声道。婆婆脸色涨红，用手指着我，想要说什么，可终究还是歇了气咽。她之所以如此，一定是吴斌刚才在房间里跟她分析利弊了吧？看着她对我不满，又干不掉我，还不得不服从我的样子，真是爽啊！吴斌调整心情很快，当晚回屋，姿态摆得很低，还说往后会好好照顾我。好啊，老公，明早我想吃你亲手熬的鱼粥。我顺着他的话说，之所以让他辞职，一是为了方便争夺女儿抚养权，二就是为了折磨她，让婆婆心疼。她既然上赶着找虐，我自然不会拒绝。那有什么？我现在时间宽裕得很，明我起早点儿，保准你吃上香喷喷的鲤鱼粥。她温和一笑，说得宠溺又自然。她总是这样，永远都是一副温柔体贴的样子，不管我说什么，她总是积极支持，大力肯定。说实话，我还挺受用的，甚至已经沉沦到她的温柔乡里了。可惜呀，她终究还是让我失望了。次日一早，我就在餐桌上见到了昨日说的鲤鱼粥，香浓可口，尝一楼，鱼的鲜香与粥的清香混合在一起，好吃极了。婆婆冷眼看着我，目光里满是怨怼。倩倩，好吃吗？吴斌笑着问。还可以，不过我更想吃城南的烧饼。现在还有时间，你去买吧。我隔下勺子，笑靥如花，说得理所当然。吴斌只是顿了一秒就答应了，但婆婆不满了。刘倩，你太过分了，他是你男人，不是你保姆。天不亮他就给你做早饭，这做好了，你又要吃什么烧饼？你是这不是存心折磨人吗？他猛然站起，冲着我就嚷嚷。我轻轻一笑，吴斌，你也这么觉得吗？倩倩，看你这是说的啥话？老婆大人想吃的，当老公的哪有不满足的？吴斌脸上堆笑，还不忘假装斥责婆婆一句，看到没，这是我们小两口的事。吴斌都没说什么，您瞎操心个什么劲？婆婆脸色僵硬，嘴唇蠕动了半天，就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吴斌前脚出门，我后脚就拎包出门。哎，你干什么？斌子还没回来呢。婆婆急吼吼地说，上班来不及了，让他送公司吧。我不紧不慢，轻飘飘地吩咐。你，婆婆气得无话可说。我嫣然一笑，就喜欢看她这副无可奈何的样子。大约上午10点多的时候，我的电话响了。倩倩，不是说让我把烧饼送到公司吗？怎么不接电话呀？我说进去等你吧，你们公司还不让进。电话里传来吴斌有些懊恼疲惫的声音。哦，我刚刚在开会呢，还不是上次妈来公司闹。为了防止类似的事情，公司规定外人不准进公司。
我笑着解释：“那你出来一趟吧，我还在你们公司门口呢。”吴斌有些泄气地说：“不了，我工作很忙，你先回去，有什么事晚上再说。”好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我要忙了。我几句话说完，挂掉电话。不用想，也知道渣男的脸一定黑了，活该，好日子不过，非要婚内出轨。等律师将那贱人的身份查清后，我就让你净身出户。吴斌，帮我拿杯水。吴斌，帮我切点水果。吴斌，帮我把这件衣服洗了吧，明天急着穿。对了，这件衣服料子特殊，记得手洗啊。这些天家里时不时会出现这一幕，每当我喊一句，婆婆的脸就黑一分。可那又怎样呢？吴斌最近工作找不到，他们又惦记我的财产，他们就是有气也得憋在心里。这天我在书房工作，突然收到律师来电，说是证据齐全，我可以准备离婚诉讼了。跟吴斌在一起的女人叫吴小雅，二人一块长大，青梅竹马，只不过一个上大学，一个外出打工，二人的情分就渐渐断了。大概1年之前吧，二人偶然相遇并旧情复燃。在得知吴小雅给他怀了男娃后，吴斌就想方设法的与我离婚，还想霸占我的家产。感情啊，变幻莫测，最是不稳定的。我不由得感叹，当初选中他的确是我再三权衡过的，可这么多年下来，我也是付出真感情的。也罢，终究是我与他没缘分，事已至此，这段情感也该结束了。就在这时，屋门吱呀一声，是吴斌进来了。老婆，有个事要跟你商量。吴斌笑着将一个果盘放在我跟前，你说。我抬眸看着他，静静地等待他开口。媳妇，我想开个火锅店，你支持一下呗。吴斌笑嘻嘻地凑到我跟前。多少？我漆黑的眸子里满是冷静。他迟疑了几秒，伸出5根手指。他倒是心有成算，这些年家里的积蓄也就差不多500万，他竟张口就都要去。见我不说话，他陪着笑解释。老婆，我知道这个数有些多，但我加盟的这个火锅店名头特别响，一旦打开市场，必定会十分挣钱。主要是我看中个店面，300万就能拿下。虽然前期是花钱多，但往后不用为租金愁啊。他舌灿如莲，一句一句说得有理有据，头头是道。好像我要是拒绝他的提议，就损失了多少似的。离婚吧！我盯着他脱口而出，径直将离婚协议放在桌面上。他漆黑的眸子瞬间布满惊讶，视线不停地在我身上扫过。好半天，他的嘴角才扯出一抹笑容，故作轻松地说：“老婆，你就别开玩笑了，咱俩好好的，离什么婚啊？”我嘴角轻笑，打开抽屉，直接将一沓照片方甩在桌子上。他呼吸一滞，瞳孔瞬间瞪大。不，这都是误会。老婆，你听我解释。他神色慌乱，没有了之前的淡定。是他设计让我中招的，真的。老婆，你相信我，我是爱你的，就原谅我一次吧。他跪在地上，痛哭流涕。神情里的懊悔不死作假，要不是我亲眼所见、亲耳所闻，还真要被他的演技所骗呢。吴斌，你到现在都在骗我，我大失所望，签字吧，否则你妈之前的污蔑，我就去立案了。我态度坚定，从我发现她婚内出轨，将婆婆请来，只为对付我，好让我主动开口离婚时，我对他的情谊就再无半分。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他阴沉着一张脸，狠狠地问，与刚刚跪地求饶的痛心凄惨截然不同。重要吗？我淡然一笑，不再开口。他眼眸低垂，终究还是签了字。吴斌一出书房，就开始收拾行李。
自然惊动了婆婆。她赶忙跑上来询问，怎么还收上行李了？苍老的容颜里藏不住的担忧。我悠然开口，离婚了，她自然要搬出去。婆婆张大嘴巴，苍老的容颜上满是惊讶。好半天，她才扯开嗓子叫嚣道：凭什么我们搬出去？这房子理应有我儿子有一半，还有这么多年你也没生个大把的，就是老吴家的罪人，你要识相点，就净身出户。他嚣张跋扈，一副他十分有理的样子。啧，可惜呀，净身出户的是你儿子。我的话犹如一把利剑，直插入他的心窝。你个贱人，毒妇，凭什么让我们净身出户？你等着，我要告你！婆婆不甘的怒吼。我摆手，随便。她还想再说什么，却被吴斌拦住了。等他们收拾后，我们直接去了民政局。呸！就你这样不下蛋母鸡，除了我儿子稀罕谁会要？你就等着后悔吧。刚领上离婚证，婆婆就在大门口对我破口大骂。你还不知道吧？小雅可是怀了我儿子的骨肉，还是个男娃，老婆子马上就能抱孙子了，真是想想都高兴啊。她扬起下巴，神色里皆是得意。儿子，快给小雅打电话，让她来接咱们，也让某些人好好看看人家姑娘是多么优秀，不像某些人啊，就等着守活寡吧。吴斌看我一眼，从兜里掏出了手机。我淡然一笑，也不离开，就在旁边静静地等着。你怎么还不走？该不是后悔了吧？也行，只要你给我下跪道歉，再赔偿500万，我就勉强让斌子原谅你了。婆婆那张老树皮的脸上充满了嘲讽。500万，她也敢开口？究竟是谁给她的勇气？真是人至贱则无敌呀！一阵汽笛声，是吴小雅来了。小雅，你来了，快跟斌子把证领了，我呀就盼着你进门呢。婆婆热情十足，拉住她的手，乐呵呵地笑个不停。斌子哥，真是吗？吴小雅眼里闪动着喜悦。吴斌点头，走吧，去领证。她说话的时候刻意看向我这边，还提高了声音：你就是倩倩姐吧？放心吧，往后我会好好照顾斌哥的。吴小雅挽着渣男的胳膊，对着我挑眉，一脸得意。蠢货，都没问清情况就敢挑衅我，那你可得好好照顾，毕竟他可是净身出户了。我嘴角扬起好看的弧度，静静地欣赏着他们的失态。吴斌脸色黑沉，婆婆咋呼呼：你个贱人，还有脸说斌子娶你，真是倒了8辈子霉了。他将我大骂一顿，又转头急着劝说：小雅，你放心，斌子有手有脚，还是老师，不会亏了你的。你放心吧，我不是那种眼皮子浅的人，我对斌子哥是真心的。吴小雅微笑着表态：是吗？你还不知道吧？他已经被学校开除了。我继续扔出个晴天霹雳。果然，吴小雅神色一僵，有些犹豫了。只要你把这腹中胎儿打了，我就给你100万。我当场掏出一张支票。不行！婆婆尖锐的声音响起，恶狠狠地盯着我。小雅，这孩子都快4个多月了，流产对身体可不好。再说，这可是你跟斌子爱的果实，不能打呀！她忙不迭地劝说。吴斌一句话也不说，拳头紧握，目光紧紧地锁定在吴小雅身上。是嫁给一个什么也没有的穷鬼，还是获得巨额资金？你可要想清楚。我只给你3秒钟。话落，我就毫不犹豫地数数。紧张的气氛流动。3。随着话音的降落，吴小雅快速抽走了那张支票。吴小姐果然是聪明人，请我绽放笑颜。真爱，就她这样当初抛弃了吴斌的人，怎么会有真爱呢？你不能打，那是老吴家的命根子啊！小雅，我求你别打，
孩子是无辜的呀！婆婆扑上来叫喊，吴斌黑着脸，拖着人大步离去。此遭，吴斌可谓是鸡飞蛋打。离婚后，他试图再找工作，但有体罚孩子的档案，让同行的学校无人敢用他。再说，为了避免他与闺女再有瓜葛，我也不允许他留在这里。所以，即便他找到工作，用不了多久也会被开除。无奈，他只能回老家，从头再来。不用想也知道会很难。吴小雅得到钱，她没有买资产，而是将自己装扮一新，企图钓金龟婿。她本就长得可以，再一到市，整个人更是平添了几分颜色。没多久，她就被一个有点钱的公子哥看上。他是想鱼跃龙门，奈何人家只当他个玩物。吴斌也不知从哪得到消息，在他伤心孤苦时，趁机安慰，给他以温暖。就这样，他掉进吴斌的温柔乡，没过几天就跟着他回到了老家发展。可婚后，他才发现自己到了另一个地狱。吴斌他妈记恨他之前打孩子的事，自然对他没个好脸色，每天各种挑刺。闲这闲那，有时气急了还会动手打人。他哭哭啼啼求助吴斌，希望得到帮助。谁知吴斌转手对他就是一顿暴揍。他想离婚，但吴斌不肯。他想逃跑，但被抓回来会被打得更狠。最后他忍无可忍，竟与吴斌同归于尽。我得知这些，还是无意间从新闻上看到的，只能说恶有恶报。至于我，与女儿的日子过得不知有多舒心。欣欣很懂事，学业几乎不用我操心，也从未在我面前提过吴斌。闺女啥都好，我也为她感到骄傲。唯一不足的是，都30出头了，她也不急着找对象。我找她多次谈话也无果。后来我也想开了，孩子大了就随他吧，只要他过得开心，结不结婚不重要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